换一下鞋吧，给那个鞋子消毒一下。行。帮你消一下。哦，谢谢。哦，这样就他自己就在消毒吗？这个就是定时消毒的。啊，在这个房间请吧。嗯，好。哎，这边。好。在这边请。哇，这边还有消毒室呢。对，这是咱家独立的杀菌消毒室，这是消毒工具用的。哦。哎，在里面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你好，我是本店专业材料13号，高兴为您服务。首先消毒啊。好的。是第一次做采耳吗？不是。不是啊。但是我好久没有采耳了。先帮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工具啊。我们如果操作的羽毛类工具的话，都是一次性的，一个客人一套。就是做完之后你可以打包带走，就算你不带走，我们当场销毁。保证是一克一套，不会重复使用，避免交叉感染。然后他们的金属工具的话啊，都是达到高温高压1.7气味消毒的。你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有个备色条，它没有消毒完成之前的话是蓝色的，消毒成功之后就是黑色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是已经是消毒成功的，你看它是完整的。我先打开啊。好的。距离上次一采耳什么时间呢？我觉得应该有3、4个月。3、4个月啊。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小缺陷。好的，先帮你检查一下耳道啊。里面就会有小碎屑。哎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碎屑比较多，这小碎屑，整体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啊。比我想象中的多嘛。它是一个耳道的一个正常分泌。然后我们开始了啊。
痒吗？对，采耳的话，它就是一个酥麻痒的感觉。失眠前会有点凉凉的啊。有点痒痒的。里面有响声，对，它碰到耳膜，它就会有沙沙的声音。刚失眠就先用干棉先擦一下。先开始给你抓毛毛。这是马毛。以前人就喜欢用头发丝打耳膜，这个毛毛就代替了头发丝。这是荷尔蒙。
是鹅毛。好，这只耳朵还有什么不舒服了吗？好，没有。
们项目结束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其他的毛毛工具需要带走吗？是哪一个？这里的。哦，这些都可以带走。对，都可以带走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装起来啊。啊。好。工具带回去的话，不用频繁使用。